到底什么是高维决策？我总结了我做决策的19个原则，希望对你们多少有点帮助，好不好？高维决策，1，能量等级表。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这张表啊，你们百度一查就能查出来。就是在你人生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告诉自己，不要在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做决策。你在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做决策，往往都是错误的决策。你在能量高的那个状态下做决策。举个例子，刘邦每次跟项羽打仗都败，72次败了71次，但是他每次做的决策是什么？打不过我先跑。他是在哪个能量？他最少在400分以上做的决策，有没有发现？而项羽只败了1次。项羽说我要乌江自刎，明明可以渡乌江，但他不渡。项羽是在哪个能量做的决策？20分羞愧，我带8000子弟兵过江，今天除我一人以外，无一人生还，所以他抹脖子了。你在哪个能量上做决策，就决定了这件事是变成好事还是变成坏事。我在这里告诉你们，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任何事儿都是中性的，是没有意义的。它可以向好的一面发展，也可以向坏的一面发展。它可以把你修成佛，也可以把你变成魔，取决于你在哪个能量层级上做的决策。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举手。所以不要在能量低的时候做决策，要让自己能量高的时候再做决策。如果你每一个决策都在开悟觉醒的状态下做的呢？来，比这个再高一点。来，还要不要听再高维？来写决策2，叫心 vs 脑。在心的背后括弧高我，在脑的背后括弧小我。你在做决策的时候，你是在用心做还是在用头脑做？因为你头脑里全是贪嗔痴慢疑呀。王阳明先生告诉我们说，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。头脑动了，所以你才会变坏，所以才会有贪嗔痴慢疑。所以你的决策到底是用心在做还是用脑在做？脑里全是算计，全是阴谋。而心里，当你真正开始向内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其实叫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看到一个老奶奶摔倒了，你下意识想去扶她，这叫恻隐之心。但是你头脑上线了，能扶吗？她讹我怎么办？你就不扶了。你不扶了，那你就偏离轨道了，你就做的是低维决策了。所以从今天起，记住用心做决策，跟着心走，跟着感觉走，用你的高我做决策，而不是用你的小我做决策。来，继续，决策4，爱 vs 恐惧。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你今天做这个决策是基于爱还是基于恐惧？我在这儿送你们一句话，因为爱而收获更大的爱，因为恐惧而收获更大的恐惧。你明明今天做这份工作你不喜欢，你不热爱，你是因为害怕付不起房租做的这个决策。你明明这个人不爱他，只是因为他有钱你嫁给了他，你怎么可能拥有幸福呢？那个决策一定是错的。但是如果是基于爱，一定是对的。这个世界最大的幸福不就是找一个爱的人，在爱的地方做爱的事业吗？这个世界最大的痛苦不就是找了一个没感觉的人，做了一件没感觉的事儿吗？好，来继续下一个，长期主义 vs 短期主义。长期主义下面写4个字，高屋建瓴；短期主义写4个字，鼠目寸光。你做这个决策是基于长期主义还是短期主义？张磊有一本书我特别喜欢，你们把它写下来，叫《价值》，你们一定要看一下。张磊被誉为中国的巴菲特，15年前0，15年后5000亿。那张磊曾经大学毕业以后，他不就去5矿公司工作了吗？有工资了，但是他突然想去耶鲁留学，而且考上了耶鲁，那去还是不去呢？如果短期主力肯定不去嘛，因为我去我要交学费，而且我没钱，而且我没有收入了。但是如果说我不去，哎，我现在每个月都能赚几千块呀。但是如果按照长期主义，要不要去？去了，他去了，他就是因为去了，所以在耶鲁认识他的老师大卫史维森，开始学投行，然后一转身回国创立高瓴资本，投的第1家企业腾讯，第2家企业京东，第3家企业格力，变成中国巴菲特，100亿富豪。在这写上一句话：流水不争先，争的是滔滔不绝。流水不争先，争的是滔滔不绝。你要想高维决策很简单，你就基于长期主义去做决策。就像今天我们做教培，我们做教育培训，我们都要学营销，我们要营销客户。那我想问你个问题，我们要营销什么样的客户？是营销那些本身就有需求有购买力的客户成为我们的客户，我们不能去营销那些他本身不是我们的客户，他不应该报我们的客户，我们就要非要让他成为我们的客户。因为这种客户到最后一定变成了客诉，一定变成了投诉，一定变成了你的对手，甚至会让你置于死地。我以前我不理解啊，马云最开始创业的时候，他告诉他的公司阿里铁军，
就是房地产客户不签，水果店不签，只有做工厂的有原材料的才签。结果他的业务员签了一个房地产客户，收了别人200万，马云知道把他开除了。哎，我那个时候我就不理解，我现在就明白了，为啥马云反对把梳子卖给和尚？因为这个客户他短期来讲，你赚了他的钱，你看似收到钱了，但是让你收的不是钱，你收的是个炸弹，因为你帮不到他，他早晚找你投诉，他早晚整你，他甚至可能给你同归于尽，都有可能。所以你是基于长期主义还是基于短期主义做的这个决策呢？这个很重要。来，继续，是非之心 vs 得失之心。什么叫是非之心？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你不需要教，每个人都懂。那什么叫得失之心？那今天你是一个官，别人给你钱，你就能赚，你就能拿到这笔钱。如果按得失心，要不要？要。如果按是非之心呢？能不能干？能不能要？不能要。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纪委还没上门，跳楼了。那以前刘虎兰都把他抓走了，铡刀都摆上了，他怕不怕？他为什么不怕呢？因为他知道他是对的。所以从今天起做决策要用是非之心，不要用得失之心。还是那句话，得失之心要的是短期利益，而是非之心要的是长期主义。来，下一个7，我在我的经营之道课程现场讲了一个格局金字塔。你这个决策是基于哪个格局做的？我把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为6种人。第一种人就是那些一事无成、一辈子庸庸碌碌的人，叫自私自利的小人，完全是为自己而做的这个决策。再往上走，叫为家族，就能变成小老板；再往上走，叫为员工，就能变成大老板；再往上走，为顾客就变成企业家；再往上走，为国家、为民主就变成民主企业家；再往上走，为全人类。我发明那个灯泡，我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，我根本不可能让你们知道我们家有灯泡，我偷摸点。所以我即使在煤油灯时代发明灯泡，我依然是个穷光蛋。但是我想让我的父母过上好生活，成为家族的骄傲，我就会想方设法把灯泡卖出去，我就能成为小老板。但是如果我的格局是想让追随我的兄弟都赚到钱，我就会给员工分股份，我就能变成企业家。再往上高一点，谁是咱们的衣食父母？客户是咱们的衣食父母，咱们今天吃的穿的用的全是客户给的，那咱们应该怎么对客户呢？应该给客户最好的产品呀。你上升到这个维度，那你就是真正的企业家。那再往上走，为国家、为民主；再往上走，为全人类。爱迪生发明了个灯泡，他的梦想不是照亮他的家族，不是照亮他的国家，照亮他的民族，照亮谁？地球，照亮全人类。那他就变成全世界的品牌，记忆、通用电器，100年企业到现在已经几百年了，依然还在，无数家上市公司。他已经死了，创始人早死了，这个公司还在，为什么这么牛逼？因为他的格局啊。所以你是基于哪个格局做的决策？有人说，周老师，我在这个塔上没看到自己，你是在塔底那个叫自私自利，你们在塔底写个字叫自私自利。你做的每个决策是为自己而做，这叫自私自利，这叫低维决策。你是为家族、为员工、为顾客、为民族、为全人类做的决策，那就是高维。来，继续境界金字塔。我把人分为几个境界：优秀、卓越、辉煌、神奇。什么叫优秀？优秀就是我能够把所有的事都自己干好，叫优秀。什么叫卓越？我能让我手下的人都把事干好，叫卓越。什么叫辉煌？我能把优秀的人跟卓越的人为我所用，叫辉煌。那什么叫神奇？那就是我自己做了个局，我自己不在局中，叫神奇。所以你是基于哪个维度做的决策？就像这个韩信，韩信最早是加入的项羽的军队，但是项羽发现韩信是个人才，甚至在某人超越他的时候打压他。因为我要成为最优秀的人啊，你怎么能比我还牛逼呢？所以韩信倒反了他，加入了刘邦军队。刘邦发现韩信比他牛逼的时候，马上给他加官进爵，封他为3军统帅。那刘邦就是在高维做的决策，刘邦在辉煌维做的决策，他能容人啊。优秀的人是不可能容人的，优秀的人要的是荣誉感，谁给我抢荣誉感我干谁。优秀的人只适合做业务员，而卓越的人适合做管理者，辉煌的人适合做高管。那你走到神奇维持才有可能适合做领袖。所以你是基于哪个境界做的决策？你是基于低境界做的决策，就是低维决策，就只能创造一个低版本的人生。你是基于高境界做的决策，你就能创造一个高境界的人生。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举个手来。好，来继续，再做一个更简单的，比这个更简单的，做一张图，写智商、情商、财商，你是基于哪个决策做的？在智商的后面画个箭头，写个字儿，叫做事儿。在情商画箭头，叫做人；
财商箭头做局，或者叫布局，你是在哪个维度做的决策？举个例子吧，今天大家都来听课了，大家来听课，每个人带的目的是不一样的。有人来听课搞点资源，有人来听课就是学点东西，有人来听课我挖个人才，有人来听课我卖个课。就刚刚杨老师在台上讲了一个东西，我不知道你们听完以后，台下的同学震不震撼我不知道，就是台下的老师有没有感觉？你们自己问问自己啊。就杨老师说，我看到王老师在台上讲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人才太厉害了，那邝总一上台太厉害了，这人才怎么样能够挖过来为我所用呢？哎，你看他在想这个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俩没商量，昨天晚上我们都没有沟通啊，你知道吗？当他在台上讲这个，我很震撼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很震撼吗？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看，我们来这里不推销自己的课程，因为不重要。我在这里能够找一个人才为我所用，就是我今天卖一下我的课程，我一场会赚个几百万。但是如果我挖一个人才进入我的公司，我可能就是10个亿、20个亿、100个亿、200个亿。大家能理解我在说什么吗？你是基于哪个维度在做的决策？什么叫高维决策？这不杨老师现场给你演练了什么叫高维决策吗？来，继续往下写，资产 vs 负债。既然咱讲财商决策，就给大家讲点财商的东西啊。来，资产 vs 负债，就是你做决策，我有一个决策的一个思维啊，就是我在花钱的时候，或者我在做任何一笔投资的时候，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个钱花出去是资产还是负债？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我今天花1000万买台车是负债，买完以后加油、停车费、保险费全是负债，不好意思我不买。我今天开的依然是几十万的车。对，我还不会开车，还请了个司机给我开车。那我为啥不去开车呢？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个低维的决策。因为我在车上我可以处理很多事，我可以又看2本书啊。大家能听懂吗？那不就这么回事吗？所以你今天这个钱花出去是资产，我就花；花出去是负债，我就不花。我花的每一笔钱都是资产。什么是资产？资产就是能够给我带来更多钱的东西。如果我花的每一笔钱都给我购买了或者创造了更多的资产，那我就会越来越有钱嘛。而且比这个境界再高一点的，就是在我看来最好的资产不是能够给你带来被动收入的。来写上被动福报 vs 被动收入。就以前我教你们要赚被动收入，但是今天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早都不赚被动收入了，因为我早已经实现被动收入、财务自由了。我现在赚的是被动福报。我今天做这件事能不能给我带来源源不断的被动福报？就像为什么我在2016年看到短视频平台，16年我就开始做播商了，我就把自己所有的课全变成免费了。当时整个董事会说，老师如果这样干，有可能我们营业额会变成0。我说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让1亿家族实现财富自由、身心富足。我天天讲课，365天讲，每天2000人、3000人，我讲到死我也讲不到1亿人啊。但是如果把它放到互联网上做直播呢，就能够帮助很多人啊。我说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即使我们把课程变成免费了，没人来上课了，那我也认了，因为我使命完成了。哎，我基于这个做的决策，结果你们觉得是人更少了，更多了？营业额最少还是更多？变得更多了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懂什么福报的概念，我就觉得想帮人吧，或者说在这里写4个字，叫起心动念。我没有忘记我曾经做这个行业的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听不懂，来括弧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那如果说你能够守住初心呢？你经常回过来问问你当年为什么要干这行？你的初心在哪？初心不能丢啊！初心一丢就真丢了。那个初心是什么？那个初心就是王阳明写的，写上，就是王阳明先生说的“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”，就是周老师天天给你们讲的4个字：赤子之心。我即使身在黑暗，也要心向光明。我即使看到了这个世界无比的黑暗、无比的龌龊、无比的肮脏，我也要选择光明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故宫皇帝头顶那个匾是哪4个字？正大光明。为什么？有看过雍正王朝的举个手。雍正王朝的4爷，他当年有一个非常牛逼的谋士叫邬先生，邬先生帮他夺得皇位，但是他上位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杀了邬先生，但是后来没有杀啊，但是也把他软禁起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是王爷的时候，你可以用阴谋，但是你当上皇帝了，全国都是你的，你还能不能用阴谋诡计？就像昨天讲的一样，什么叫高维决策？阳谋。
什么叫低位决策？阴谋，见不到光，所以4个字写本上，正大光明。你做的所有事都是可以拿出来说的。再说直接一点，如果这件事你不想让别人知道，这件事别干，证明这件事不是个好事吗？如果这件事你想让天下尽知，干，往死里干，不要怕，不管有多少人威胁你、诋毁你、网暴你，不要怕，因为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。正大光明，此心光明，亦复可言，赤子之心。写那句话，如果有一件事儿你不想让别人知道，就别干。好，继续往下一个高维决策，趋势或者叫未来，就是永远站在趋势的维度上做决策。2005年，我让我的朋友做淘宝。2006年，我说房地产是金融是最大的趋势，我跟我老婆一个做房地产，一个做金融。12年做培训，我说微商会是最大的趋势，我们用微信朋友圈卖门票。我告诉我的学生做微商，我有无数学生靠在微信里卖面膜变成亿万富翁。16年，我就告诉我的学生要做播商，要做直播。我有很多学生相信我，都通过直播反转变成千万富翁、亿万富翁，变成大网红，包括我。19年，我告诉我的学生，土运结束了，未来是离火大运，买实物黄金，买真额尊数的保险。你看当时听我的，买黄金200多块钱一克，现在都涨了多少钱？哎，为什么我能看到呢？因为我是站在未来在看。那我为什么能看到未来，你看不到未来呢？在这里写3个字：学历史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回到过去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看见未来。昨天有一个老师在讲美国当年是怎么打苏联的，怎么打俄罗斯的，怎么打日本的。哎，你知道我听这个就很有兴趣。就为什么我能推出来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段历史。就你懂得金融的历史，你懂得世界的历史，你懂得中国的历史。我在这里送你们一句话啊，叫做历史上没有新鲜事儿，这个世界没有新鲜事儿。今天发生的、明天发生的，都已经在昨天发生过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可以站在更高的维度来看世界。来，下一个高维决策，那就是拥有国际视野。这昨天老师讲过了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就一定是站在国际视野上来去做决策。我从2016年就出国做生意了，咱今天在喊不出海就出局，我从16年就出海了。16年就开始在国外开课，17年在国外开始开公司，所以一定要站在全球视野。我在这里再点一下啊，这几年经济不好，很多人说没有好的投资标的，对吧？房子不能投了，股票不能投了，基金不能投了啊，能投啥？站在中国不能投了，你站在世界能不能投？就你在中国，你发现没有好的投资标的，你站在全球有没有好的投资标的？怎么会没有呢？有人说周老师，我只会做工厂，结果你看现在中国这个产业链转移，我现在生意不能干了。你去一下乌兹别克斯坦，你去一下哈萨克斯坦，你看一看。周老师送你们一句话：如果让你穿越回30年前的中国，你能不能赚到钱？因为那个时候就只要买房，只要炒股，只要做生意就能发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能不能穿越到30年前的中国？不能吗？你去一下东亚5国看一下，你去一下乌兹别克斯坦，你去一下哈萨克斯坦。正在搞咱们当年的改革开放，我的那个学生在那里买地、建楼、盖宾馆，我的妈，投资回报率15%，什么概念？地买了还没盖就升值了，升值30%、50%，每一年在递增。就我还是那句话，站在中国没机会，站在全世界视角看地球全是机会。那为什么你不能够站在全球视角去做呢？你的生意为什么就不能做出国呢？你为什么不能给国家争光赚点外汇呢？你是哪里人啊？你是中国人吗？都地球村了，你还中国人？你哪里人？我们是地球人，地球公民。为什么你生意做不大？我经常问我的学生，你哪里人？我是河北邯郸人。我说你的生意在哪？邯郸。你做啥的？我做 IT 的。为啥做 IT？ 我当年学的这个专业。你为啥在邯郸呀？我嫁邯郸了，我在邯郸上的学。你就被陷在这个邯郸那个框里了。来，我问你们个问题，你觉得周老师有没有能力？我如果在河南新乡辉县我们那个村讲课，我有今天吗？有人听吗？我是世界人，我是宇宙人。你看马斯克把生意都做到火星上去了，他能，为啥我们不能？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我们都是生活在阴沟里的蝼蚁，但是总有那么几只特立独行的，因为向上看了那么一眼，从此他的征途是星辰大海。
你也可以啊，你为什么不可以？来，最后一个高维决策，这么写吧：精神文明 vs 物质文明。在这里，我送你们一句话：未来是精神文明时代，物质文明已经结束了。你的生意为什么不好做？因为你全是在基于物质文明那套思维逻辑在做你的生意，所以你的生意不好做。你是卖衣服的，我送你们一句话，在座各位，全地球所有的服装厂停产，不再生产一件衣服了。地球上现在有的库存够我们地球再穿200年、500年都穿不完，就已经过剩到这种程度了。我们以前物质极其匮乏，但是精神极其丰盛；但是我们现在物质极其丰盛，我们的精神极其匮乏。所以接下来这个历史的跷跷板要回来了，接下来是这个精神文明的时代。你今天餐饮生意不好做，你今天服装生意不好做，我问你个问题：联名款那 T 恤一卖2500、3500，别人排队买，因为它加上了文化属性，它加上了精神文明的符号，来告诉我是不是？来，你的餐馆生意不好做，但是我想问一下，海底捞为啥生意好？因为海底捞从来都不是卖物质的，它是卖精神的。在那儿你有一种上帝的感觉，所以你去。来，今天超市生意都不好做，那胖东来为啥生意好？因为胖东来卖的商品便宜吗？挺贵的呀。但是为啥你愿意排队去那儿买呢？因为你在那儿享受的根本不是物质文明，你享受的是精神文明。大家仔细思考这个问题。所以从今天起，你的生意必须要结合上物质文明。从今天起，你必须要跟上趋势，做播商，做 AI。你今天在做 AI 对吧？来，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吧。我每一年涨很多粉丝，我就不说这个数据了，因为这是有直播的啊。你们猜猜现在周老师每一年涨的粉丝有多少是我真人拍摄涨的粉丝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不到30%。这个比例从以前的100%到90、70、60、50、40、30，啥意思呢？就是现在在互联网上，我的短视频、我的直播全是 AI， 全是 AI 数字生成的。我在2021年就让我的公司在研究 AI， 全部 all in AI 了。我今天公司的有一半的客服已经通过 AI 可以实现了。就昨天邝总在讲这个 AI 物联网的时候，可能你们都听懵了。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在我看来就是 AI 销售、AI 客服。那我们已经研究了2年，都已经实现落地了。那可能对你来讲，你还没有听懂他在讲啥，那是未来。所以要站在世界的视角来看中国，来看你那个行业，要站在未来的视角来看现在，要站在升级的视角来看你今天做的这件事儿。就像稻盛和夫先生讲的一样，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是走的时候比来的时候更高一点。是什么更高？是财富更高吗？那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。是你的灵魂层级更高一点，是你的福报更高一点，是你的境界更高一点，是你的格局更高一点，是你的能量更高一点，是你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更高一点。所以如果今天你的每一个决策是基于这个做的，那你很厉害。来，最后一条，输家战略，赢家思维，这是财商的底层逻辑。我的一个学生说，周老师，我有2个项目，一个500万，一个2000万，我要投哪个？我说，我想问你的是，你有多少钱？我1000多万吧。你要投那个500万的亏了怎么办？我还有500万，无所谓啊。你要投那个2000多万的怎么办？我得借1000万。如果亏了呢？周老师，如果亏了我就完了，我就得一夜回到解放前。这是我30年创业攒的这1000万。我说，那你就投第一个50万的吧，那个500万的吧。能不能听懂什么叫输家战略？做任何事的时候，先问自己这个项目输了我能不能承受？如果不能，不要投。但是如果说能投了，咱们开始用赢家思维来去做这件事儿，这叫输家战略，赢家思维。最后一句话，不投资，因为你不懂的前提下，或者你没钱需要举债的前提下，不借款，借款是伤害福报的。咱可以直接奢侈给他，直接给他。朋友找我借100万，我说我给你20万不用还了，但是咱不借款给他。然后不担保，永远不能给别人任何人担保啊。然后呢，不创业，这里不创业要打个引号，就是不在自己不懂的领域，超出你认知范围的领域去创业。因为你做的那个行业，如果你的能力、经验和资源都具备，那你创业才能赢。如果不具备，你一定输。如果再让我讲一个高维决策的话，叫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，而阅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，高人指路不如择人开悟，找高手。叫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我做很多决策，我会问一问我身边的高人，所以你身边得有一个像诸葛亮这样的人，你身边得有一个像张良这样的人，
你身边得有一个像刘伯温这样的人，能掐会算的人，你得有高手给你指路，这个很重要。差不多应该给你掏干了，真掏干了。我做决策啊，最后一条吧。做这个决策的时候，问问自己，这件事如果做成了，能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？能不能让这个国家民族变得更好？不能问能不能让我变得更好。在19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学生说：“周老师，咱们培训行业老师都发币了，咱有一个老师1年干了5个亿，你现在粉丝最多，你如果发个币，今年1年保证你赚200亿。”我就问这个问题：如果这件事做成了，能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？能不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？答案是不能，不但不能，会害无数人。所以这事能不能干？再赚钱不能干。就是有时候人生比的，其实不单比的是你面对困难挫折时做的决策，还有就是你面对诱惑的时候做的决策。哎，你们觉得我今天接触这么多人，我每天得面临多少诱惑？你们想想，这13年我得经历多少诱惑？太多诱惑了。我太多学生了，老师你投这个，老师你投这个，老师你投这个，老师只要你给我一张身份证注册，马上变成100亿富豪，就太多了。但是我每一次都会问自己，这件事做成了能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？如果不能，如果只能让我变得更好，不好意思不做。所以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，我就会问自己：周文强，今天你能够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？今天你能为这个世界贡献点什么？是多录一个音频，多开一堂课程，多研发一个课件，然后多写一本书，还是多解一本书？当你每天都是站在这个维度上来做决策的时候，我相信你的人生会变得越来越好，你的家人会变得越来越好。如果我们都这么想，这个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好，这个民族会变得越来越好，全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。在此，周老师祝我们所有的人从此做的每一个决策都来自于高维，都能让你变得越来越好，都能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。你们都是雄狮少年，谢谢。谢谢周文强老师，请留步。非常感谢周文强老师用他的人生故事反复链接了我们自己的人生路，用你的财商决策帮我们打开财富之道。那么今天呢是2024年的最后一天，明天即将迎来崭新的2025。那么也希望我们在台上的每一位演讲嘉宾都能够去给我们带来能量，我们也要把这种能量接住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我想代表大家问周文强老师2个问题，好不好？那我知道呢，周文强老师有一段中国梦的演讲非常的火爆，在互联网上被点击超过上亿次。所以我想问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周文强老师，你中国梦的演讲为什么那么火呀？因为没想火，想的是通过这个演讲能够唤醒更多人的民族意识、民族品牌的初心。就是当你起心动念是为了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不求回报的时候，老天爷会赐福给你。但是当你做一件事是为了索取，是为了火，是为了自己要的时候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太棒了！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，无生于哪？道，就是你的发心，就是你的坚守那份初心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知道周文强老师的演讲非常的精彩，周老师，你演讲的秘诀是什么呀？演讲的秘诀就是一上台就进入无我之境，就是把自己忘掉。完全就在想，哎，我这1个小时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我只在乎我能够帮助台下听众，如何能够帮助他们，唤醒他们，让他们可能这辈子只见我1次，他可能不会给我交钱，不会成为我的学生，我们可能只有1面之缘，但是我也要让他们只因为跟我这1面之缘而因为我而命运改变。